他和皇上素不相识，他怎么知道皇上身份？难道他未卜先知啊？其实，在我等刚刚入住族长家时，司徒莫心便调侃了皇上隐瞒身份一事。皇上一直自称是全知开封府氏之子，而司徒莫心却说他的父亲是堂堂开封府尹。实际上，先皇在即位前恰好担任过开封府尹一职。院子里还住了另外一位客人，除了那一间，其他几间你们可以自行选择。不是说镇内不许住外人吗？怎么还会有别的客人？听说赵公子是开封府尹之子，家父自然不敢怠慢。我们在司徒莫心的房间的石臼中发现了残余的花溪草，桌底暗格之中还放着皇上的画像、毒蝎和其他毒草。这么多证据，谁敢说他冤枉？王爷，太师，物证都被我妥善收好，若需查验，便让展昭即刻取来。待你将真相一一道来，我们再悉数验证。太师，你以为呢？啊，王爷做主便是。不是的，你们肯定弄错了。你们遇袭那天，妹妹明明在家帮母亲干活。对，她那时在家的。是啊，包大哥，记得我们正要去梅娘家的时候，司徒莫心因不慎栽倒留在家中，我们回来的时候，正好撞见司徒莫心不小心摔碎了花盆，正在被司徒夫人破口大骂呢。多罗姑娘不妨回忆一下那天司徒莫心摔碎花盆的详细经过。说说。当时我正在屋里帮我娘收拾东西，听见花盆打碎的声音，我就赶快跑了出去。如此说来，你没有亲眼看见她打碎花盆，对吗？没有，可是我听见声音立刻就出去了，看见她正在收拾。也就是说，你不能确定她此前一直在家。你并未看见他究竟是失手，还是故意砸碎花盆，可对？这种事情当然不可能让你看见，因为这一切不过是他们联手做戏，目的就是为了制造司徒莫心一直在家的假象。其实司徒莫心和司徒夫人的关系并不像表面上那么水火不容，相反，其二人一直是合作关系。进来吧。今晚就动手？机会就在眼前，自然要一鼓作气，免得夜长梦多。你想要我做什么？算着时间，包拯身上该毒发了。我一会儿送东西去偏院，倘若我一个人带他们出来，一到偏院门口，你便立刻找借口叫我离开。届时只有皇上认识去梅娘家的路，不用我开口，那伙人自然会去求他领路。这么做会不会太露痕迹了？那包拯，听说是极聪明的人。从夫人口中听到这些话，可真叫我吃惊啊！听闻您当年都敢明目张胆地当街杀人，不像我，胆小怕事，只得用这些弯弯绕绕的手段。
不过嘛，露不露痕迹的也不打紧，只要把事儿办成了，什么都好说。反正咱们也不是什么良民。当然了，如果皇上能主动跟他们一起出来就更好。到时候我们把戏做得圆满些。此事成了，则皆大欢喜；若是失手，行了，我知道了。破狐魔向来行踪莫测，先前忽然出现，险些误了我大事。我总觉着他似乎疑心我了。等一下要接应我，免得出岔子。哦，还有司徒多罗，别让他坏事。我自会见机行事。前辈办事，我自然放心。司徒夫人和司徒莫心竟然是一伙的。我们来之前，破灵阵曾下过雨，因此树丛中还颇为泥泞。司徒莫心的脚上难免沾有湿泥。不过叫你去偏院安置些东西，怎么这么久？还不赶快回去把花搬到廊下？怎么，老娘说不得你是不是？啊！莫心，还不快去带路？是，包公子。哎，让莫心姑娘回去吧，我带他们去即可。啊，那也行，那快去吧，别耽误了。好。他打碎花盆，恐怕不仅为了遮掩脚上的湿泥，还有手上的伤口。他手上的伤口并不是被花盆碎片划破，而是之前在偷袭我们的时候被南姐姐的飞镖所伤。展昭说的没错，因为伤口恰好在一个十分明显的地方。假如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，很容易引人怀疑。司徒莫心为了掩饰身上的痕迹，顺便假作不在场证明。于是和司徒夫人合谋演了一场摔花盆的戏。可我们刚到院外，便已经听到了司徒夫人在呵斥司徒莫心。那他们是怎么知道咱们回来了？说不定这两人的耳力比我更胜一筹。并非如此。你们还记得院子中放置的铜镜装饰吗？这还多亏了展昭提醒。一开始我也想不通这件事，直到展昭通过铜镜看到了多罗姑娘，我才忽然明白了那些铜镜的作用。多罗姐姐来了！啊！你听声辨人，精到了如此境界？哪需要听声辨人啊？你们看那儿。司徒夫人设数枚铜镜，并不是为了装饰，实际上是另有他用。怎么样？怎么伤在这么显眼的地方？恐怕他们回来了。我是少你吃了还是少你喝了？连盆花都搬不动。怎么了这是？你受伤了？我不是故意。我养头猪还能吃肉，养你有什么用啊？啊！
你个没用的东西！好了，娘。这是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妹妹搬花的时候不小心打破了一盘。司徒夫人和司徒莫心通过铜镜的反射，提前知道我们回来，而且在此之前，他们应该已屡试不爽了。他们为了杀人，还真是煞费苦心呢。可是，他们一介乡野妇人，为什么要谋害皇上？乡野妇人，那可未必吧？若想弄清他们的身份，便不得不说起整件事的源头——狸猫换太子。狸猫换太子？从襁褓中的野猫，到后来的支离白骨，以及万灵密阁前藏有牙齿的铜铃，破红魔在暗中所做这一切的目的，正是引我们来揭开此事。原来如此。除此之外，想必皇上收到的密札，也是依你所为吧？多年前，秦凤携贾李妃从冷宫一路逃至空寂岭，却被刘太后派遣的杀手追了上来。秦凤和贾李妃在潘族长的帮助下，藏于万灵密阁的密室中。杀手首领找不出李妃，便下令屠尽了空寂岭。鸟尽弓藏，兔死狗烹。那名杀手头领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这么快就会遭到幕后主使灭口。杀手头目死里逃生，藏匿在空寂岭的附近。幸运的是，他后来遇到了来此赴任的司徒一家，便借机脱困。那名杀手头目就是司徒夫人。我不信，我娘绝对不可能是杀手。司徒夫人本想隐姓埋名，从此在破灵镇开始安顿下来，却不料多年后，刘太后手下另一名杀手莫心，带着新的任务来到了破灵镇。他假意祈求族长收留。司徒夫人心中有鬼，当然不愿接纳来历不明之人，所以极力反对族长留人。后来忽然改变主意，也并非出于好心，只因被对方识破了身份。当年从刘太后的暗杀中逃脱，销声匿迹多年的蛇蝎杀手，竟然一直藏在破灵镇。前辈屠尽空寂里，住在这里，难道不会做噩梦吗？你是太后的人。回前辈的话，是呢。前辈动手之前，不妨先听我一言。太后早欲杀我灭口，今日你若不死，便是我死。凭你说什么，休想活着走出这里！若非有所准备，我怎敢表明身份？前日我已将您的行踪传回宫内，若无意外，太后此时恐怕已经知晓。我武功寻常，您杀我易如反掌。不过这回，您怕是也要折在此处了。好一条忠心耿耿的狗！前辈谬赞，我惜命得很。上报消息，自然不是打算与您同归于尽。眼前有个大好机会，只要抓住了，您不仅不会死，前头啊，更有一场荣华富贵等着呢。机会？不错。太后要杀您，是因为心中有所忌惮。假如您将功赎罪，
待将来太后无所顾忌，自不会与您计较。哼，说到底，我的性命皆由你予夺生杀。秃鹫蛰伏多年，安逸的日子过惯了，难不成变成了鸭子，连搏一搏的心都没有了吗？太后想要做什么？包拯，你的这个解释太过牵强。你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其实，事情的真相根本就没有这么复杂。坦白告诉你吧，是我干的。当日在巫山林，是我一直潜伏在暗处，然后趁人不备杀了欧石南，这根本就不需要其他人动手。小易，他的确是当年空寂岭幸存下来的孩子，但他一向胆小怕事，不敢杀人，所以我才替他报了仇。秦伯伯，司徒夫人和司徒莫心都是刘太后的鹰犬，手上人命无数，死有余辜。至于欧石南，他与此事本无干系，可他自己找死，于是我自然成全了他。那贾李飞呢？贾李飞是怎么回事？刘太后在没入宫之前，其实只是一个民间的杂耍卖艺之人，而那贾李飞，真名唤虞美人。他曾和刘太后一起在同一个杂耍班子卖艺，平时便勾心斗角，到后来更是结下了大仇。虞美人打听到贾内监已经受到刘太后的手下压制多年，便主动投靠，想与贾内监联手扳倒刘太后。你们故意让他冒充李妃一路奔逃，以此分散刘太后视线？是。后来，空寂岭出事，我便和虞美人一直藏身于此，打算避过风头，再做打算。我是担心刘太后仍然没有放弃监视破岭阵，于是我便让虞美人制了猫脸面具，并教我一些如放彩物之类的把戏，以此助我假扮猫灵。同时，大竹草也是出自他手。只是不知道那刘太后知晓有猫灵在空寂岭作祟之后，她夜里还能不能睡得着觉？既然你们是一伙的，那你为什么要杀他？因为他越来越不听话了。虞美人深恨刘太后，内心变得愈发扭曲。后来他竟迁怒于破灵阵，屡次想要逃走。我发现他想借刘太后之手
让破灵阵重演空寂岭的悲剧。但我没想到啊，他的胆子越来越大，他竟敢冒充李妃娘娘与皇上相认，欲取而代之。那么，真的李妃娘娘现在何处啊？我不知道。此事是你和贾内监一手谋划的，你怎么可能不知道？包拯，该交代的我已经如实交代了，事情便到此为止吧。包公子，这一次恐怕你真的错了。小易这孩子，他虽不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但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是再清楚不过了。他怎么可能是杀人的料子呢？难道真是包拯弄错了？包大哥，包拯，你可还有什么话要说？破红魔的确有杀人动机，也有作案时间，包大哥，但我仍然确信，凶手就是陶艺。包拯，休要再胡言乱语了。如果陶艺是凶手，他为什么要冒着暴露的风险，也要杀了欧石南呢？这就要问问他了。我想大概是有什么不得不动手的原因吧。欧石南，他是个疯子，该死！小易，干什么？没想到，整个破灵阵竟属你藏得最深啊！你有病吧？拉我到林子里来说这些奇奇怪怪的话。那天你明明看见我捉了你传信用的鸭子，却装得滴水不漏。当时我还没有查出真相，被你瞒了过去。到现在了，你还是省省力气吧，啊！你偷鸡摸狗就算了，竟然还理直气壮地质问我，我还没问你要鸭子呢。我早就察觉破红魔与人暗中通信，只不过没想到，那个人竟然是你。你究竟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莫心死于非命。你说我想干什么？我当然是要替他报仇啊！啊！我思来想去，整个破灵阵就只有一个人会对他下杀手，那个人就是赵元林。小林子，莫心生前告诉过我，若是他死于非命，一定是与那个赵元林有关。我不知道谁杀了他，但我手里有你的把柄，你最好不要乱来。哦，是吗？我知道，想要杀包拯他们的人是司徒莫心，我还知道毒蛇、蝎子都是你帮他抓的。那又如何？你就不怕我把此事抖露出来？包拯他们一行人有好几个会武功的，到时候你肯定跑不了。啊，怕呀！我就是害怕暴露，这才主动找上你的呀。你想干什么？
其实，你是那空寂岭的幸存之人吧？你怎么知道？猜的。但是现在是真的知道了。没想到你是这么好骗的小蠢货。就算所有人都知道我的身份又如何？难道我活着还是罪过吗？尽管去说啊！嘘，我可没打算泄露此事啊，因为啊，我手上还有更好玩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莫心或许早就有预感，所以在死前曾交给我一封信，说如果他遇到不测，便帮他把信寄出去。他出事之后，我欲查明真相，我便看了信。你猜，收信人是谁呀？是刘太后。唉，你也很吃惊是吧？如今我已知晓破灵阵的所有秘密。原来赵元林竟然是当今圣上，他孤身至此是因为李妃一直藏匿在破灵阵中。只要我把这封信送出去，刘太后便会马上派兵将破灵阵夷为平地。这次啊，就算是绝地三尺，也必定将李妃挫骨扬灰。哼，到时候说不定连皇上也要折在此处啊！你就这么喜欢司徒莫邪？为了他一个人，竟然让整个破灵阵陪葬？我是很喜欢他，不过我更喜欢现在这种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的感觉。我手握着一纸生死符，破灵阵老老少少所有的生死，皆在我一念之间。那你现在也在破灵阵，难道就没有丝毫维护之心？我一个被遗弃之人，何曾有过家？那梅娘呢？她对你那么好。她呀，她对我倒是不错，可是那又如何？她收养我，不过是为了以后老有所依罢了。她若是好好活着，我自然会养着她。不过人生无常，若是出了什么意外，那只能怪她命不好喽。这个恩将仇报的卑鄙小人！人呐，最是虚伪，明明内心险恶肮脏，却喜欢用温情伪装自己。而我呢，只是比较诚实罢了。哼！皇上和破灵阵，选一个吧。我不选，我要告诉所有人，你就是个疯子。好啊，那你就试试看。欧世南，你放过我们吧。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若是不答应，我便让你再看一回全阵被屠、血流成河的盛景，如何？不，我答应你就是了。这才乖嘛。我呢，已经给包拯设了个局，明日一早他们便会前往巫山林，而你的任务就是与他们同赴林中，并且再设法带皇上单独来见我。包拯一行，2个高手，你就不怕身份败露，自投罗网吗？啊，你这话倒是提醒我了。便这样，待你回去之后，即刻给我准备一张猫脸面皮和一件破红魔的衣袍。日落之前必须给我，
如此，无论发生什么，那都是破红魔的锅了，啊？唉，好吧，我答应你，但是你一定要把司徒莫心的信给我。成交，我等着你的好消息了。我知道他是骗我的，他根本没有打算把信给我。当年，在我把幽灵珠放进桃壶的时候，我曾暗暗发誓，我会守着空寂岭，保护这里的人。所以幽石那该死，他必须要死，否则这里又会血流成河。